过去3年，有一类专业工作者的收入在悄悄缩水，不是被裁员，不是不努力，而是他们的议价能力被一双手慢慢抽走了。做 AI 的研究员要排队等 GPU 集群，做影片的后期要按小时给渲染农场付费，做产品的开发者每调用一次大模型都在烧钱。他们的技能没变，但算力的钥匙攥在别人手里，所以他们的时间不值钱了。很多人看苹果的芯片发布，习惯性的先问这次 CPU 多少核心， GPU 多少核心，跑分比上一代强多少。但如果你只盯着这些数字，你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， M5 的外观几乎没变，模具沿用，键盘屏幕也差不多。那为什么苹果敢把它称为一次灵魂级的进化？答案不在核心数量，而在于苹果这次想卖的不是更快的计算机，而是一种新的工作自由度。苹果这次发布 M5， 真正想干的事儿可能比发布会上说的要大得多。它不只是在卖一块更快的芯片，它是在试着把算力的钥匙从云厂商和数据中心手里重新塞回你手里。听起来很美好，但这里有一个绝大多数人都会看错的问题，这把钥匙你可能根本用不上，而那些真正用得上的人又可能被另一道门挡在外面。这听起来有点像发布会的口号，对吧？但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在于，苹果这次不是单纯靠 CPU 频率往上堆，而是从整个系统架构去重新设计。 CPU、GPU 统一内存， AI 加速器、 SSD 带宽，全部围绕一个目标，让专业任务在本地跑得动、跑得久、跑得比云端划算。这才是所谓灵魂进化的真正含义。今天这支影片，我们不跟发布会的节奏走，不看跑分，不看库克制服了谁，我们把 M5 拆开，看它到底改变了什么，没改变什么，谁该为它掏钱，谁该把钱省下来，以及它背后那场关于计算到底该在哪里发生的战争，会怎样影响你未来几年的工作和收入。要讲清楚这件事，我们得一层一层往下拆。先说 CPU， 很多人看到苹果说 M5 的 CPU 效能比上一代提升了多少倍，第一反应是又来了，每次都说最快。但这里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个点是，笔记本电脑的 CPU 效能从来不是峰值跑分决定的，而是持续效能决定的。什么意思？一台笔记本电脑在跑 Cinebench 的前30秒可以很猛，但如果风压不住，温度上去了，电池供电不够了，它就会降频。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可能跟跑分差很远。M5 这代真正的进步不在于那个峰值数字，而在于它能把高效能维持多久。尤其是在离电状态下，你想想，一个纪录片导演在偏远山区拍摄，晚上回到帐篷里没有稳定电源，他想用笔记本电脑当天剪一个粗剪版本给制片人看，这时候他需要的不是插电时跑100分的机器，而是用电池也能跑80分，而且不会2分钟就烫到降频的机器。M5 在这个场景里的价值远比一张跑分截图大得多，但 CPU 只是这次故事的一半，甚至可能不到一半。真正让 M5 跟过去所有 Mac 拉开差距的是统一内存架构的进一步扩展。M5 Max 这代可以配到 128GB 的统一内存。128GB 是什么概念？大多数人的笔记本电脑内存是 16GB 或 32GB， 专业工作站可能到 64GB。 128GB 统一内存意味着 CPU、GPU、AI 引擎全部共享这 128GB， 不需要像传统架构那样在系统内存和显示内存之间来回拷贝数据。这对 AI 工作来说意义重大。你可能听过一个说法，跑大语言模型，显存比算力更重要。一个70B 参数的模型，量化后可能需要40GB 以上的显存才能跑得动。过去你要在本地跑这种模型，得买一张高端显卡，动辄几万块，而且还要考虑电源、散热、机壳空间。现在 M5 Max 的 128GB 统一内存，理论上可以让你在一台笔记本电脑上直接加载并推理相当大的模型。但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但是，能装下模型不等于拥有数据中心级别的速度。统一内存的带宽虽然比传统架构高效很多，但跟高端 GPU 的 HBM 内存带宽比起来，仍然有差距。这意味着 M5 Max 适合做模型推理、轻微微调、原型开发。但如果你要做大规模训练，它仍然不是 CUDA 集群的对手。这个区分非常重要，因为很多人看到 128GB 就兴奋，以为从此可以跟云端说再见了，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儿。接着说本地 AI， 这是 M5 这代最值得展开讲的部分。
苹果在发布会上强调了神经引擎的升级，说它可以更快地在本地处理 AI 任务。但大多数观众听到本地 AI 想到的可能是 Siri 更聪明了，照片分类更准了，这些都是浅层应用。真正的价值在3个更深的层面：隐私、长期成本、低延迟。先说隐私，如果你是一个律师，你想用 AI 帮你整理一份涉密的案件材料，你敢把它丢到 ChatGPT 吗？如果你是一个企业的财务总监，你想用 AI 分析内部财务数据，你敢把数据传到第三方云端吗？本地 AI 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，数据永远不离开你的设备，所有计算在本地完成。对于金融、法律、医疗、政府这些对数据合规有严格要求的行业来说，这不是方便不方便的问题，而是能不能用的问题。再说长期成本，现在很多公司和个人用 AI 是按 token 付费的，你调用一次 GPT-4生成几千字，可能看起来不贵，但如果你的工作流每天要调用几千次、几万次呢，成本会指数级上升。本地 AI 一旦硬件买回来，后续推理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，不需要为每一次查询付费，不需要担心 API 降价或涨价，不需要依赖第三方服务的稳定性。对于高频使用 AI 的团队来说，这可能在1年内就把硬件成本赚回来。第3是低延迟，云端 AI 有一个无法克服的物理限制，网络延迟。你发一个请求到云端，模型推理，再把结果传回来，最快也要几百毫秒。如果是实时应用，比如语音翻译、实时影片处理、交互式生成，这个延迟会明显影响体验。本地 AI 把延迟压到几毫秒，这让很多过去只能在云端做的事情，现在可以在本地实时完成。但我要再次提醒，本地 AI 不是万能的。M5的神经引擎和 GPU 可以做推理，可以做轻量级微调，但如果你要训练一个有数十亿参数的模型从零开始，或者做大规模的并行训练，你仍然需要云端 GPU 集群。M5改变的是推理和原型开发这一端，而不是训练这一端。这个边界，苹果在发布会上不会特别强调，但你必须清楚。说到这里，我们可以触及这次 M5最大的一个结构性矛盾 ：MAC 生态 vs CUDA 生态。过去10几年，几乎所有深度学习的开发、训练、部署都是围绕英伟达的 CUDA 生态建立起来的。PyTorch、TensorFlow 各种优化库、分布式训练框架，默认都是 CUDA 优先。MAC 上的 GPU 计算长期以来是弱项，很多 AI 工具根本不支持 Mac， 或者支持的非常勉强。M5这代在试图改变这个局面，但改变的方式不是跟英伟达比训练性能，那是一场苹果赢不了的战争。苹果的策略是绕过训练，直接攻占推理和终端侧 AI。如果大多数用户大多数时候需要的是用模型，而不是训练模型，那 Mac 就有机会成为最好的 AI 终端设备。再加上苹果的芯片是自己设计的，操作系统是自己的，神经引擎、GPU、CPU 可以深度协同。这种整机优化是英伟达加 Windows 组合很难复制的。但这里有一个现实问题：软件适配。很多专业 AI 工具、科学计算库、影片渲染引擎，要么只有 CUDA 版本，要么在 Mac 上功能阉割。M5硬件再强，如果软件不跟上，用户还是会选择 Windows 加英伟达。这是一个典型的鸡生蛋问题。用户不够多，开发者不愿意适配，开发者不适配，用户不愿意买。苹果现在在做的就是用 M 系列芯片不断累积的用户基数去推动这个正循环。我们再把视角拉远一点， M5的制造是台积电，这不是一个细节，这是理解整个故事的关键一环。苹果的 M 系列芯片从一开始就是台积电最先进制程的首发客户之一。M5大概率使用台积电的3纳米甚至更先进的制程工艺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苹果的每一次芯片跃迁背后都站着台积电的制程进步，而台积电的产能分配、良率、先进封装能力直接决定了 M5的产量和成本。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风险点：苹果对台积电的深度依赖既是优势也是脆弱性。优势是苹果可以优先拿到最先进的制程产能，这是其他 PC 厂商做不到的。脆弱性是如果台积电的先进制程良率不如预期，或者地缘政治因素影响了供应链， M5的出货和定价都会受到直接冲击。而且台积电的先进制程成本正在飞速上涨，这部分成本最终一定会传导到
终端产品的定价上。你以为 M5 变贵是因为苹果贪心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最先进的芯片本身就变得越来越贵了。好，技术面讲了这么多，我们回到一个最实际的问题：谁真正需要 M5？ 或者换个问法，谁买了 M5 会觉得值？谁买了会后悔？先说最适合的人，第一类是影片和内容创作者，尤其是处理高分辨率、高码率素材的人。4K、6K、8K 的 ProRes 素材，实时剪辑，多层特效，颜色分级，这些任务对 CPU、GPU、SSD 带宽的要求都非常高。M5 Max 的高带宽统一内存和快速 SSD 可以让你在时间轴上实时播放多层 8K 素材，而不需要代理文件。这听起来可能不像什么大事，但对于一个每天要处理数百 GB 素材的剪辑师来说，不需要生成代理文件，不需要等待渲染，不需要把项目转来转去，节省的时间是实实在在的。第二类是 AI 开发者和研究人员，尤其是做推理优化、端侧部署、轻量级模型微调的人。过去你要测试一个模型在不同量化等级下的表现，要么申请云端 GPU， 要么自己组一台台式机。现在一台 M5 Max 的笔记本电脑就可以做大部分推理实验，而且可以带着走，在咖啡厅里，在出差的飞机上，在客户的办公室里，随时可以打开来跑。这种灵活性对于需要快速迭代的开发者来说，价值非常高。第三类是软件开发者，尤其是做移动应用、跨平台开发，需要同时运行多个虚拟机或容器的人。M5 的 CPU 多核心性能和大内存，可以让你同时跑 iOS 仿真器、Android 仿真器、Docker 容器、数据库、IDE， 而不需要在一台笨重的台式机上做。但同样重要的是，谁不适合买 M5？ 如果你只是用来写文书、看影片、浏览网页，偶尔修修图， M5 对你来说就是严重过剩。你花的钱里有一大半是为了你永远不会用到的性能付费。如果你是重度游戏玩家， MAC 生态的游戏支持仍然是短板。M5 的 GPU 性能再强，游戏不适配也没用。如果你是做大规模 AI 训练的，前面已经说过了， CUDA 集群仍然是唯一选择， M5 不是为这个场景设计的。还有一类人需要特别谨慎，正在考虑从英特尔 Mac 升级到 M5 的用户。如果你现在用的是 Intel 版的 MacBook Pro， 而且你的工作流高度依赖某些只有 x86 架构才能运行的专业软件，那升级之前一定要确认这些软件在 Apple Silicon 上的兼容性。虽然苹果的 Rosetta 转译层已经非常成熟，但仍有一些底层工具、驱动程序、插件在转译模式下会出问题，或者性能损失很大。接下来是选购建议，这部分可能是很多人最关心的。M5 系列有 Pro 和 Max 两个版本，有14英寸和16英寸两个尺寸，内存从 32GB 到 128GB， 存储从 512GB 到 8TB， 怎么选？先说 Pro 还是 Max， 很多人的预设思维是 Max 肯定比 Pro 好，预算够就上 Max， 但这个逻辑在 M5 这代不一定成立。M5 Pro 的 CPU 性能对于大多数专业用户来说已经非常充足，差距主要在 GPU 核心数、内存带宽和最大内存容量。如果你做的工作主要是 CPU 密集型的，比如程序编译、数据处理、大文件转码， M5 Pro 可能比 Max 更划算，因为你为 Max 多付的钱主要买的是 GPU 和内存带宽，而这些你可能用不上。真正需要 Max 的是 GPU 密集型工作、3D 渲染、影片特效、大模型推理、科学可视化。而且如果你需要 64GB 以上的内存，那只能选 Max， 因为 Pro 的最大内存上限更低。再说14英寸还是16英寸，这个选择的核心不是性能，而是使用场景。14英寸更轻更便携，适合经常出差需要带着计算机到处跑的人。16英寸屏幕更大，散热更好，电池更大，持续性能更稳定，适合大部分时间在办公桌上使用。偶尔移动的人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点，16英寸的扬声器和麦克风更好。如果你经常需要在计算机上做视频会议或者简单的音频制作，这个差距是实实在在的。内存怎么选？我的建议是在预算允许的范围内，内存优先于存储，因为 Mac 的内存是焊死在主板上的，买了之后永远不能升级。而存储虽然也不能升级，但你可以外接高速 SSD， 成本比官方升级低很多。所以如果你在 32GB 和 64GB 之间犹豫，而且你的工作有机会用到更大的内存，
坚决上64GB。现在看起来可能用不满，但2-3年后，随着软件和 AI 模型越来越吃内存，你会感谢当时的决定。存储方面，512GB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可能不够，尤其是专业用户。一个 4K 影片项目可能就占几百 GB， 一个大语言模型可能几十 GB。建议至少1TB， 如果预算紧张，可以买512GB， 然后外接高速 SSD。但要注意外接 SSD 的速度和散热。还有一个很多人不会告诉你的选购细节 ，AppleCare MacBook Pro 的维修成本非常高，尤其是屏幕和主板。M5 Max 机型的主板几乎整合了所有东西 ，CPU、GPU、内存、SSD， 任何一个部件坏了，可能都要更换整块主板，费用轻松过万。AppleCare 虽然不便宜，但对于这种高集成度、高维修成本的设备来说，实际上是一种性价比很高的风险对冲。说到高集成度，这就引出了 M5 系列的一个根本性 trade-off： 高度整合 vs 可升级性。苹果把几乎所有东西都焊在主板上 ，CPU、GPU、内存、SSD， 甚至风扇和散热模块都是高度定制的。好处是体积可以做小，性能可以做强，功耗可以做低。坏处是任何一个部件出问题，维修成本都很高，而且你永远不能事后升级内存或存储，买的时候是多少，5年后还是多少。这跟传统 PC 的思路完全不同。传统 PC 你可以自己加内存、换硬盘，甚至换 CPU， 但这种自由度的代价是体积更大，功耗更高，整合度更低。苹果选择了一条极端的路，把整合做到极致，把性能和功耗比做到极致。但用户彻底放弃了升级的权利。你接受不接受这个 trade 减 off， 取决于你的使用习惯和预算观。现在我们把镜头再拉远，看看 M5 背后更大的产业趋势。过去10年，整个科技行业有一个共识：计算正在向云端集中，个人设备只是一个终端，真正的计算在数据中心里完成。你用的 AI， 你存的文件，你跑的应用，越来越多都在云端。这个趋势催生了亚马逊 AWS、微软 Azure、谷歌云这些巨头，也催生了英伟达的黄金10年。但 M5 代表的是一个反向趋势，计算正在从云端重新回到终端，不是全部回来，而是一部分对延迟敏感、对隐私敏感、对成本敏感的计算正在回到本地设备。这个趋势不是苹果一家在推，高通在推，英特尔在推，甚至英伟达自己也在做端侧 AI， 但苹果是唯一一家同时控制芯片、操作系统、计算机和手机生态的公司，它有能力把这个趋势推得最彻底。如果这个趋势成立，它的影响远远不止于 Mac 卖得更好，它会改变云端厂商的收入结构。如果越来越多的推理在本地完成，云端的推理业务增长就会放缓，它会改变英伟达的市场版图。终端侧 AI 芯片的需求会增长，而英伟达在这个市场的影响力远不如数据中心，它甚至会改变软件的定价模式。如果 AI 计算在本地完成，软件厂商就不能按 token 收费了，要么卖软件授权，要么订阅制，要么别的模式。但这个趋势也有它的限制。云端的优势在于几乎无限的扩展性，你需要1000张 GPU 训练一个模型，云端可以几分钟内给你调度好，本地永远做不到。所以更可能的未来不是本地取代云端，而是本地和云端分工，敏感的、快速的、高频的推理在本地，复杂的、大规模的、需要海量数据的训练和推理在云端。M5 推动的就是这个分工的形成。还有一个角度值得注意， M5 不只是在跟 Windows PC 竞争，它也是在跟 iPad 竞争，甚至在跟苹果自己的未来产品竞争。当一台笔记本电脑的性能强到可以跑专业级 AI， 可以做 8K 影片剪辑，可以替代很多过去需要服务器的工作时，平板和手机的生产力定位就会受到挤压。苹果必须在不同产品线之间维持一个微妙的平衡，不能让 Mac 太强以至于 iPad 变得无关紧要，也不能让 iPad 太弱以至于错过移动生产力的趋势。M5 的定位实际上是苹果内部产品线博弈的结果。我们再回到开头那个问题， M5 到底是不是一次灵魂进化？我的判断是，对于正确的用户来说是的，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它可能只是一次规格升级。这中间的差别在于你是否真的有那些被 M5 解锁的工作需求。如果你每天都在跟云端渲染排队，跟 GPU 集群申请资源，跟内存不足的崩溃做斗争， M5 会让你感觉到
工作方式的根本改变。如果你只是用计算机处理文书和上网，M5带来的体验提升可能非常有限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，看苹果的产品不能只看发布会上的倍数和口号。你要问的是，这个性能提升在我的真实工作流里能转化为多少节省的时间，多少降低的成本，多少新增的可能性。如果答案是很多，那它就值；如果答案是感觉不出来，那不管发布会上说的多么激动人心，对你来说都只是营销。最后我想说一个可能有点反直觉的观点， M5 最终的历史意义可能不在于它卖了多少台，也不在于它的跑分打败了谁，而在于它验证了一个假设：个人计算机是否还能在云端时代保持计算中心的地位。过去很多人认为 PC 已经是夕阳产业，未来是云端和移动终端的天下。但 M5 这样的产品在证明，只要性能足够强，整合足够深， AI 足够本地化， PC 不仅不会死，反而可能成为每个专业工作者的私人算力中心。如果这个假设被验证，那整个 PC 产业的游戏规则都会改变，不再是比谁的 CPU 频率高，谁的性价比好，而是比谁能把芯片、系统、软件、AI 生态整合的最好。在这个新游戏里，苹果显然是目前领先的那一个，但领先不代表胜利。微软和英伟达的组合，高通和安卓的组合都在追赶。未来几年，这场关于计算中心到底在哪里的战争才刚刚开始。如果你看到这里，我想问你一个具体的问题：你现在的工作流有多少是在本地完成的？有多少是依赖云端的？如果有一台设备可以让你把70%的云端工作迁回本地，但代价是放弃升级性和部分软件兼容性，你会选择迁移还是继续留在云端？这不是一个抽象的技术选择，它关系到你未来几年的工作方式、数据主权和成本结构。我很好奇你的答案，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选择和理由。以上内容仅供信息分享和个人观点讨论，不构成任何投资以及专业建议。